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之前我们聊过 401k、IRA 还有懒人定投在那些视频下面呢，有不少网友问老麦，就是什么是基金，什么是 ETF。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捋一捋 Mutual Fund 的共同基金、Index Fund 的指数基金、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它们分别都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历史还有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并且呢，我们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选择，如何投资呢？那我会在今天的视频呢，跟大家说清楚，聊明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Mutual Fund 也就是大家说的共同基金，或者叫做公募基金，它的历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要说第一支 Mutual Fund 源于哪里，或者是谁发明的，其实是有争议的。但是现在主流大众认为公募基金的起源呢是1774年一个叫做范凯特维奇的荷兰商人创造的，那是世界上第一支封闭型公募基金。他创造这个基金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当时的情况呢，其实是很多的欧洲商人出海做生意，比如说一个船队从欧洲前往亚洲进行国际贸易，从中国买茶叶，从印度买香料什么的，然后带回到欧洲进行贩卖。但是海路上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遭遇各种恶劣天气不说吧，还有可能遭遇海盗。那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情呢，也是非常的常见，所以这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生意。因此咱们这位荷兰的商人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让大家把钱都放到一起，每个人只出很少的一部分钱。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首先每个人的投资数量是降下来了，其次如果在海路上遇到了什么事儿，所有的投资人呢会一起承担风险。如果船平安无事的回来了，那大家再一起分享利润。这个呢就是 Mutual Fund 的雏形。而这种 Mutual Fund 的雏形呢，也被称作封闭式共同基金 Close-ended Mutual Fund。 为什么叫做封闭式共同基金呢？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基金的规模是不变的。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咱们大家一起集资赞助一条出海的船队，一共呢需要10万美元，那这10万美元就是固定好的，然后呢卖给了10个股东，每一个人出资1万块钱。这时候呢又来了第11个人，他说我也想入股。这种情况就是不行的，因为总体的10万美元的这个集资数目已经达到，这种就叫做封闭型 Mutual Fund。那你说如果其中一个股东想要撤资怎么办呢？他可以拿着他这1万美元的股份在市场上把它卖掉，那之前想投资的这第11个人呢就可以买下这1万美元的股份，这个也叫做二级市场。那这1万美元的股份具体的成交价格是9000还是11000，这个呢就要看准备撤资的这个股东和新投资人如何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了。要说我们现在概念上的这个共同基金是一家在美国波士顿名叫 MFS 的公司创立的。这家公司到现在还有总部依然在波士顿。当时呢他创建的这支基金叫做 Massachusetts Investors Trust。这支基金呢是1924年7月15号创立的，也是第一支我们概念上的这种现在概念上的共同基金。这支基金到现在还有而且呢大家依然可以进行投资。它的 ticker 呢是 MITTX，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上网去查查看。那咱们今天大部分能接触到的基金都是开放式的。那什么是开放式的基金呢？它和封闭式的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基金的规模是开放的。比如说你现在想去买一份基金，你可以直接跟基金公司买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意味着这整个基金的总金额在每天都是在不停的变化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基金一直处于开放的状态。1975年，一个叫做 John Bogle 的人创立了第一支面向公众的 Index Fund， 也就是指数型基金。John Bogle 呢，也是我们之前视频里无数次提到的那间老牌基金公司 Vanguard 的创始人换句话说就是 Vanguard 公司创造了第一支指数型基金。那什么是指数型基金呢？
从名字上啊，大家就可以看出，指数型基金呢，就是跟着一个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可以比如说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啊，也可以是标普500指数啊，也可以是某一个行业的指数啊，比如说什么铁路啊、航空啊、科技啊、消费品啊等等。然后，指数基金的经理呢，会按照这个指数啊购买股票或者是证券，建立一个与指数完全相同或者是基本相同的投资组合，这样啊就制造了一只指数基金。像我之前在懒人定投年化率16%的那期视频里呢，跟大家说过我个人最喜欢的2只基金，VTSAX 和 VBTLX 啊，这就是2只指数型基金。那 VTSAX 主打的就是美国整体的股票市场，这支基金里面的投资组合的回报率啊，是要跟美国整体股市的回报率看齐的。VBTLX 呢，瞄准的就是美国的债券市场，那它的目标回报率啊，就要跟债券市场的回报率看齐。那指数型基金和咱们之前说的共同基金有什么不同呢？它们最大的不同啊，就是指数型基金是被动投资的。还记得咱们之前说10万美元投资船队的例子吧？大家想一想啊，这种是不是就是主动投资？咱们主动集资来做一件事情，赞助船队。指数型基金呢，就是咱们的钱啊，不是买一只股票或者干某一件事儿，而是被动的投全部。比如 VTSAX， 我不是说让大家集资去一起买 Google 的股票啊，而是大家集资买整个美国股市上所有的股票。咱们的回报率呢，只要跟住这整个股市的回报率就可以了。所以啊，指数型基金的覆盖率会更广，风险呢会更低一些。也可以说啊，指数基金是 mutual fund 的一个变种。那并不是所有的 mutual fund 呢都是指数基金啊，但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一定都是 mutual fund。那咱们如何分辨一只基金是普通基金还是指数基金呢？老麦啊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看它的名字。指数型基金啊，一般都会带有 index 这个字啊，在它的名字里。然后普通的基金呢，一般都没有这个名字。那咱们还是拿咱们最熟悉的 VTSAX 举例啊，它的全称啊是 Total Stock Market Index Fund。只要带有 index 指数这个词，那一定就是指数基金了。从它的 Principal Investment Strategy 里面呢，也可以看到啊，它是一只紧跟美股的指数型基金。那普通型的基金长成什么样子呢？咱们再随便拿一个基金来举例啊，比如说最近新冠的肆虐，咱们来看看 Fidelity 的 Select Healthcare Portfolio， 它的 ticker 呢是 FSPHX， 它的这个名字里啊就没有 index 这个字。同时啊，从它的 investment strategy 里面可以看到啊，它没有提到任何有关 index 的它只是说呢，它投的基本都是健康医疗型的股票，说明啊，这是一只普通基金。如果现在大家上网去查任何一只基金的价格啊，不管是普通基金还是指数型基金，大家一定会发现呢，基金只有在每天收盘以后才有当天的基金价格。也就是说啊，它每天的价格啊都是一个，而且是固定的，它并不像股票一样一天之内价格是多次浮动的。而且啊，像咱们之前说的 VTSAX 这个起投呢就是$3000，那很多人没有这么多钱，拿不出这$3000怎么办呢？这时候啊，就有人想到了，为什么不能发明一种东西，它同时拥有指数基金的属性，也可以在市场上随时交换，而且起投金额还比较小呢？这个时候啊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就应运而生了。1993年，同样是总部在波士顿的 State Street 道富银行在美国发行了第一支美国 ETF，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SPY。State Street 呢，也是美国的一家老牌资产管理公司啊，历史也十分的悠久。如今啊，这支 ETF 依然十分活跃，它跟的呢就是标普500指数。ETF 这个东西啊，我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啊，就是一揽子股票，也可以理解成把指数型的基金啊变成股票的形式，然后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交换。那它的价格呢，一天之内是不停的浮动的啊，这个东西就跟股票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回报率啊，依然是瞄准它跟踪的这个 index 的回报率。
比如咱们说 SPY 这只 ETF 啊，它的价格一天之内会不停的改变，这个就跟普通的一只股票是一样的，你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啊随时的买入或者是卖出。那它的长期回报率呢，跟标普500的回报率啊几乎是一样的。那 ETF 到底有什么优势呢？第一啊，就是它相对便宜。比如说 VTXAX 的指数基金起投必须是$3000，但是它的 ETF 版本 VTI 的价格呢，只有$200多一股。那有些人可能买不起$3000的指数基金，那可以选择相对便宜的 ETF 版本。第二就是灵活，那 ETF 相当就跟股票一样啊，在股票市场上可以自由的交易，你一天之内呢可以多次的买入或者是卖出，随时进行调整。对于某些投资者来说呢，随时买入卖出的这个灵活性啊是非常重要的。从1774年基金概念的雏形，到1924年 MSF 公司的第一支开放型基金，到1974年 Vanguard 创造的第一支指数型基金，再到1993年 State Street 创造的第一支 ETF， 基金的这个概念和它各种各样的变体已经走过了将近250年的历史。我个人觉得基金真的是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伟大的发明啊，它很好的照顾了像我这样的中小型的投资者，很好的均摊了风险，同时呢又保证了回报率。我呢也会在今后的视频里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退休账户 401k 具体应该投什么样的基金。那美国非常追捧的养老目标基金 Target Retirement Fund 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操作的？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也希望我们的频道呢能给追求财富自由的你呢带来一些启发。如果觉得我们讲的还不错，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来个素质3连，点赞、留言、分享。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